5分钟充好，9分钟充饱。最近，比亚迪发布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，发布会上夸张的数据令所有人啧舌。但它真有这么厉害吗？于是，发布会一结束，就有不少汽车博主开始实测，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3月5日，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发布会落幕，9分钟满电，零下30度快充，夸张的官方数据引发全网热议。有人惊叹充电比加油还快，也有人半信半疑，低温和长途真有这么能打？毕竟发布会的 PPT 再惊艳，不如实地实测来的有说服力。这不，发布会刚结束，比亚迪就放出了一组硬核实测，哈尔滨的极寒考验，直接用真实路况和数据回应了所有质疑，也让大家看清，比亚迪这次是真的把电动车的痛点从根上解决了。众所周知，哈尔滨这可是电动车的传统噩梦场。以前大家总调侃电车不过山海关，一到零下20-30度，要么续航腰斩，要么充电慢到让人崩溃。北方车主冬天开电车堪比开盲盒，生怕半路没电抛锚。比亚迪发布会曾提到，第二代刀片电池在零下20度充至97%只需12分钟，零下30度也只比常温多3分钟。当时不少人觉得是噱头，直到实测画面曝光才彻底被打脸。不同于发布会的实验室环境，这次哈尔滨实测完全模拟北方车主日常用车场景，测试车辆提前在室外冰封静置24小时，让电池彻底冻透，和北方车主冬天露天停车的状态一模一样。而且测试车型涵盖了大唐、海豹07、仰望 U7 等10款车型，不是只挑一款特供车撑场面。实测结果比发布会数据更惊喜，零下20度环境下，9款车型从20%电量充至97%的时间都低于11分钟，其中宋 Ultra 最快，仅用10分21秒，就算是体型最大的仰望 U8L 也才10分51秒，比发布会公布的12分钟还快。更关键的是续航表现，以往北方冬天开电车续航能保住60%就不错了，而这次实测中，腾势 Z9 GT 在零下20度的城区路况，满电续航依旧能达到800多公里，日常通勤1周充1次电完全够用。测试人员还特意模拟了高速场景，时速100公里行驶，续航缩水率控制在15%以内，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了一半还多。有哈尔滨本地车主现场体验后直言，以前冬天开电车不敢开暖风，不敢开导航，现在随便造，充电10分钟能跑大半天，再也不用为续航焦虑了。除了极寒测试，有博主还同步开展了海南环岛实测，直击电动车长途出行的另一大痛点，也就是续航不够，充电麻烦。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全长988公里，全程多为高速和沿海公路，模拟日常长途自驾场景。测试车辆没有选择轻负载，而是满载4人，带上行李，完全还原家庭自驾的真实状态。这可比发布会的空载测试实在多了。此次环岛实测选用了腾势 Z9 GT 和仰望 U7 两款车型，两款车均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，官方续航分别为1036公里和1010公里。实测过程中，两车全程不开节能模式，正常开空调听音乐。最终腾势 Z9 GT 累计行驶1007公里后，表显剩余续航仍有93公里。仰望 U7 累计行驶1005.7公里，剩余续航87公里，也就是说，两车不用中途充电就能轻松跑完一圈环岛公路。更让人惊喜的是充电体验，环岛途中，测试人员特意选择了沿途的普通公共充电桩，而非比亚迪专用闪充桩，就是为了测试不挑桩的真实表现。结果显示，就算是普通充电桩，腾势 Z9 GT 从20%充至80%，也只需25分钟，比同级别其他电动车快了30%以上，完全不用在服务区长时间排队。而且测试人员发现，就算在海南30多度的高温环境下，充电时电池也没有明显发热，全温域智能热管理系统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充电这么快，续航这么强，
电池安全和耐用性会不会打折扣？这一点实测中也给出了答案。哈尔滨实测中，测试车辆在极寒环境下连续充电放电5次，电池温度始终稳定，没有出现任何异常。海南环岛实测结束后，检测电池容量保持率依旧在98%以上，长期高强度使用的耐用性得到了验证。要知道，比亚迪在发布会上就承诺电芯终身保修，6年15万公里内容量低于77.5%免费包换。再加上实测的硬实力，车主完全不用为电池寿命担心。其实不管是哈尔滨的极寒实测，还是海南的环岛实测，都在印证一个事实：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不是靠发布会的 PPT 吹出来的，而是靠实打实的技术，解决了电动车用户最关心的2个核心痛点。发布会时，我们知道了它的官方数据有多夸张，而实测之后，我们才真正明白它的实测表现比数据更靠谱。最近2025年自主车企纯燃油车销量排名前10的车型已经出炉，吉利一口气有4款车上榜，成为最大赢家。其中，星越 L 销量突破24.4万台，博越 L 突破23.2万台，星锐和缤越2款车加起来也突破28万台。光是这4款燃油车总销量就超过了75.6万台，再加上其他车型，吉利全年燃油车销量轻松突破100万台。除此之外，奇瑞、长安、红旗、长城也有多款车型进入排行榜，市场表现十分稳定。根据乘联会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国内整个市场纯燃油乘用车销量依旧高达1094万台，这个数字足以说明消费者对燃油车的需求依然庞大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新能源汽车，燃油车依旧有着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。很多人因此讨论，如果比亚迪当年没有放弃纯燃油车产品线，保留燃油车继续生产销售，现在的整体销量数据一定会更高。网上也一直有一种声音，认为比亚迪不做燃油车是因为发动机技术不过关，跟不上其他自主品牌。但事实上，当年自主车企的发动机水平整体相差不大，基本处在半斤八两的阶段，谁也不比谁领先太多，并不存在技术差距悬殊的情况。以比亚迪这几年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来看，如果专心研发纯燃油发动机，现在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表现完全有可能超越大多数自主品牌。从比亚迪插电混动车型的能耗、平顺性和可靠性上，就能看出其动力系统的底层实力有多强。随着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正式发布，不少人又重新提出一个问题：比亚迪有了这么强的电池技术，到底还该不该回头研发燃油车？先看一个核心趋势，电动汽车其实永远不会彻底取代燃油车，就算未来固态电池大规模量产普及，油车也依然会占有一席之地。原因很现实，首先，电动车销量提升确实会挤压燃油车市场份额，但燃油车销量下滑也会反过来让油价趋于稳定甚至下行，用车成本会更有优势。其次，电动车保有量越来越大，电价上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近几年，很多电车车主都能明显感受到，城区第三方充电桩和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费用几乎涨了1倍以上。不少平台把上涨的成本包装成服务费，让车主看起来电费依旧便宜，实际支出却大幅增加。第三，燃油车保有量下滑之后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费用政策也会逐步调整，全额缴纳购置税，承担相应的道路使用成本只是时间问题。从2026年1月1日开始，国内新能源汽车已经不再享受全额购置税减免，只减免50%，未来恢复全额征税是必然趋势。长期来看，电车和油车的用车成本会不断靠近，最终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。油车用车成本逐步降低，电车成本逐步走高，两者不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。回到比亚迪本身，在推出刀片电池这样的颠覆性技术之后，其实更没有必要回头去专门研发纯燃油车。当年比亚迪停产燃油车不是技术不行，而是主动做出的战略选择，把全部资金、产能和研发力量集中到新能源赛道，才换来了今天刀片电池、混动系统、闪充技术的全面领先。如果重新投入巨资
开发纯燃油车不仅会分散研发资源，拉低整体效率，也和品牌长期发展方向背道而驰。而且比亚迪并非彻底放弃发动机，而是把技术用在了更高效的混动专用发动机上，既能满足用户对燃油可靠性的依赖，又能带来比纯油车更低的油耗、更强的动力，本质上是用更先进的方案覆盖原本燃油车的用户需求。1094万台的燃油车销量证明油车没有消失，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则证明新能源完全可以补上续航、快充、低温这些传统短板。燃油车有它的稳定受众，新能源有它的技术优势，未来市场一定是共存而非替代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